我叫沈昭宁，太傅急找勾结北狄，意图谋反，证据确凿，陛下有旨，即日问斩。谢渊，你血口喷人！我沈崇一生忠君爱国，何曾有过二心？直到这道圣旨砸下来，今日之有人恨我的家族，恨了整整10年。沈大小姐，好久不见。谢渊，带下去，女眷入官奴，明日发配边关军营，充作苦役。什么？怎么不满意？本来按律，官奴要么入教坊司，要么发配洗衣局，但我特意跟陛下求了个恩典，让你去边关。你不是说我不配吃你家的糕点吗？那就去边关尝尝军中的窝头，配不？你是谁？奴是马奴。脏兮兮的狗奴才，也配吃我家的东西？原来是你。想起来了，晚了。我想起来了，10年前那个被我一句话羞辱的马奴，如今成了摄政王。他用10年爬到我头顶，迫不及待把我家连根拔起。他把我送去边关，不是让我活，是想让我生不如死。大半夜赶路，就为了送一个罪臣之女，知足吧。摄政王亲自交代的，10天内送到，送不到咱俩脑袋搬街。你说这女的得罪谁了？好好的太傅嫡女，说没就没了。得罪谁？得罪了天底下最不能得罪的人呗。10天，从京城到边关，是他故意安排的，让我颠簸，让我受冻，让我知道什么叫从云端跌进泥里。可他不知道，我沈昭宁最不欠他的就是吃苦，但他欠我杀臣100多条人命，他也必须用命来还。爹娘弟弟，我会替你们讨回来。这就是摄政王送来的罪臣之女？对，说是发配苦役。长得倒是不错，可惜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边关，这里不养闲人。从今天起，你就是军奴，劈柴、挑水、刷马厩、搬粮草，什么脏累活都是你的。干不完不准吃饭，干不好就挨鞭子。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不过呢，你要是跪下来喊2声爷爷求个饶，说不定我会让你好过一点。你做梦！嘴硬，带走，先让他刷3天马厩。谢自齐，是他的军营，他的天下。既然让我进来了，我就要踩着这面旗出去。谢渊，你的令牌在我手里，我可真要好好谢谢你。刷完了吗？磨磨蹭蹭的。刷完了，10间马厩全部清理干净。这边墙角还有你，重刷。王贵，你这条谢渊的狗！哼，干完去伙房帮忙砍柴，今天砍不够100斤，没晚饭。是。听说了吗？摄政王后天来军营巡视。来就来呗，又不是第一次了。这次不一样，据说要选一批精锐去京城述职，选上了可就飞黄腾达了。谢渊要来，他来干什么？专门来看我笑话？还是他只是例行巡视？不管是哪种，我不能让他看到我认输的样子。老实点，倒了水就滚回去，别抬头，别乱看。是。那个倒水的，抬起头。是你，摄政王。几日不见，倒是老实了不少。怎么？知道服软了？不敢。不敢？你沈大小姐还有不敢的事儿？
当年你骂我是狗的时候，不是很敢吗？哈哈哈哈哈哈！不过没关系，你慢慢在这里待着，待上3年5年，等你这身傲骨磨没了，我再来看你。你倒是命大。先吃点东西，等会儿活多，怕你顶不住。谢谢。你是新来的军奴，看着不像干粗活的料。以前没干过。这地方不会干也得干，干不好还得挨打，你多长个心眼儿。赵叔，您在这军营多久了？20年了，从大头兵干到火头军，腿废了就只能烧火。知道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20年，他一定知道谢渊是怎么发家的，知道边军的底细。我要从他嘴里套出来，但不能急。赵叔，我听说摄政王以前也是从边军出去的。这话可不能乱说，摄政王的事儿少打听。我就是好奇，一个马奴怎么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人家有本事，有战功。你别问了，干活吧。需要帮忙吗？你谁呀？别添乱。我识字儿，也会写字。您要是信得过，我帮您抄。您看行吗？好字，比我这狗爬的好多了。来来来，你帮我抄这几份军报，抄完我请你吃馍。能帮上忙就好。军报，这是整个边军的命脉。兵力分布、粮草库存、调令安排，全都写在上面。我之前偷听来的只是碎片，现在整张地图都在我眼前了。不错不错，比我自己抄的强多了。明天你还来，我向上面申请让你专门来帮忙。多谢您。可惜你是个军奴，不然就你这手字能混个差事。军奴也会有军奴的活法。粮草只够吃半个月。快了。下去。近些日子你倒是安分，还替文书房领抄军报了。是。抄了些什么？粮草清促，兵力调令。不怕我杀你？怕，但将军不会。为何？杀我太轻了，将军想看的是我慢慢熬死。聪明，可惜聪明之人往往死得更快。他在试我，试探我会不会求饶，会不会露怯。太顺从他会起疑心，太硬他会起杀心。从今日起，不必去火房了，到马场去，照料本王的战马。是。那匹马姓烈，先前踢死过3个马奴，你来做第4个。我会当心。是真认命，还是在跟我演？姑娘，这马万万进不得，先头3个马奴，2个被踢断肋骨，1个踏碎了腿骨。摄政王这是把你往死路上推啊！他叫什么？追风。摄政王的坐骑只认他一人。追风，你脾气坏，是因无人懂你吧？谢渊将此马交予我，一为看我被踢死，二为等我跪壁求饶。他却不知我在闺中养过马，马与人的区别，马不欺心。你待他成，他便认得你。他脾性烈，却不疯。第一步，让他识得我的气味；第二步，让他接纳我的存在；第3步，他便会听我的。马如是，人亦如是。沈姐姐可睡着了？醒着。你今日去马场了，那匹马真踢死过人吗？是。你不怕吗？怕有何用？你说，咱们还能活着离开这儿吗？能。怎么活？少盐，
多劳，记住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桩事儿。让我一个人走20里路送2桶饭，没有护卫，也不给我兵器。谢渊不是让我送饭，是让我送命，可我偏不遂他的意。我不仅要活着走到少斩，还要活着走回来，带着他们想不到的东西回来。跑！来不及了，不，还有一个办法。哨岗上能看见此处，只要我弄出动静。姑娘好胆色，孤身一人走这条路，军营里多少爷们儿都不敢。军令在身，由不得我不走。你是哪个营的？怎么让一个女子做这下差事？马场的，摄政王亲自吩咐的。你且歇歇，晚些时候跟我们巡逻队一道回营，路上也有个照应。守兵7人，强弩2具，箭3捆，瞭望范围约30里。饭送到了，明日还去吗？他活着回来了，哨岗那边说他自己点烟求救，还躲过了北地探子的箭。哼，命倒是硬。要不要再？不急，让他继续送，我倒要看看他能撑几次。沈昭宁，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这马是真服你了，摄政王知道吗？知道又怎样？姑娘，我劝你一句，别太出挑，出挑的都死得快。刘叔，不出挑就不会死了吗？也是，这世道活着就不容易。老刘说的对，出挑死得快，但不出挑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谢渊已经盯上我了，躲没有用，唯一的活路是让自己变得有用，有用到他舍不得杀我。先听清楚，再动。有人在谈军务，北狄调动频繁，恐怕要打大仗了。粮草是个问题，库里的只够10天了，京城补进至少半个月才能到。那就看赵虎的本事了，他负责断后，粮草不到，他得顶住。赵虎和谢渊不是一路人，粮草只够10天，这是一个死穴。如果北狄在这10天大举进攻，边军必乱。但如果有人能在乱中站出来，谁在外面？被发现就完了。又是野猫，吓我一跳。听说了吗？北狄集结了3万人，要打过来了。真的假的？前线探子报的，错不了。那咱们怎么办？粮草还没到呢。那就看赵将军的了。他今天一早带兵出去了，说是去拦截。赵虎带兵出去了，如果他输了，边军门户大开；如果他赢了，他就有了跟谢渊叫板的资本。不管输赢，这都是我的机会。沈姐姐，你说北狄会不会打到这里来？不会。你怎么知道？因为有赵将军在前面挡着。那要是赵将军挡不住呢？那我去挡。你一个军奴拿什么挡？
敌退兵了，老子烧了他们的粮草！那个倒水的，过来！你就是在哨岗自己点烟求救的那个军奴？是。胆子不小，有胆量的人不该埋没在这里。我朝从来只看能力，性别门第都是虚的。从明天起，你调到我的先锋营做斥候。多谢将军。先锋营斥头，那是离战场最近的位置。赵虎给了我一把刀，能不能握住，就看我自己了。这位是新来的斥候沈昭宁，别看她是个女子，胆识不输男儿。谁要是瞧不起她，先问问自己，敢不敢一个人走20里送饭？以后你跟着老霍头，他当斥候20年，你跟他学。跟上。老霍头，20年的老斥候，他能活到今天，一定有自己的本事。我要学的不只是怎么当斥候，还有怎么在战场上活下来。北狄骑兵的印记，马蹄铁的形状和咱们不一样。你看这个缺口，是他们特有的。记住了。有人在这里趴过，草压去的方向，说明他是从北边来的，往南边看。观察我军阵地。说明北狄在侦察。你以后也要学会反侦察，看到这种痕迹就要警觉，可能已经被盯上了。怎么反制？换个位置，别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斥候的命就在一个躲字上。嘘，前面有人。他们在干什么？埋信物，标记路线。这条路线是他们下次进攻的通道。我们能做什么？回去报信儿，但得有人盯着他们，看他们埋完往哪个方向走。你回去报信，我盯着。你一个人？你腿脚快，回去叫人来，我在这里看着，不会跟丢。小心，千万别跑。5个北狄探子，1把硬弓，4把弯刀，我一个人什么武器都没有，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敌人，我不能退。北狄探子埋信物的位置离前沿哨岗不到5里，他们选的就是这条沟，打算从这儿摸进来。不行，他们在暗处盯着，你一动他们就知道了。这边加兵，他们转头就打另一边。有话说。将军，能不能不增兵，在这儿设伏？往下说。这条沟两边高中间低，他们选这儿是为了藏身。可正因为两边高，我们要是提前把弓弩手布在山顶上，等他们进了沟，两头一堵，中间射杀。对，不用太多人，200弓弩手足够。他说的没错，这条沟我亲自去踩过，地形就是天然的口袋阵。就按你说的办，你发现的敌情你熟悉地形，这次伏击你带路。我怎么不敢？敢！赵虎在试我，成了我就不再是那个靠胆子大吃饭的军奴，败了命就没。可我本来就没什么可输的。你确定他们会来？今天下午我又去看了，埋的信物还在，旁边多了新的标记，今晚必定有动静。来了。300骑兵夜袭，要是让他们摸到军营，边军今晚就完了。赵虎说的没错，这条路是他们的杀招，可现在杀招攥在我们手里了。放箭！
头。练过。今晚这一仗干得漂亮，回营每人赏银10两。沈昭宁，你立了大功，我会如实往上报。谢将军，但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立了功，谢渊就更容不下你了。我知道。你自己小心，我能保你一时，可他在朝里的势力，我挡不住。干得不赖。霍叔，你说谢渊知道了今晚的事会怎么想？他会更想杀你。那就让他来。谢渊来得比我想的快。刚接到消息，摄政王明到军营，点名要见你。知道了，他把我丢到这场伏击，等于这儿是让我送死，我却立了功，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明天又是一场硬仗。听说你昨晚立了功，托摄政王的福。托我的福，说来听听。摄政王让我去前线哨岗送饭，我才撞见了北条探子的踪迹。摄政王把我调到马场，我才有机会进先锋营。每一步都是摄政王给我铺的路。赵虎，末将在。嘴皮子倒是利索。赵将军，你觉得他怎么样？斗胆有识，是块好料子。也是一个军奴，3个月从苦役爬到斥候，还打了胜仗。搁别人身上我不信，搁他身上我不意外。沈昭宁，你记住，只要我活着，你就永远是当年那个跪在地上捡窝头的东西。那你就多活几年，别等我翻身的时候，你看不见。既有功，按规矩办。升陈昭宁为虎长，赏银20两。谢摄政王。沈昭宁，你知道我最烦你什么吗？摄政王，请说。你这双眼睛，明明跪着，眼神却像在俯视别人。当年在太傅府就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眼睛是我自己的，看什么怎么看，不用别人替我。你是真不怕死？怕，但我知道你不会杀我。这么笃定？杀了我，你心里那口气就永远出不来。你想看我服软，看我认输，看我亲口说当年是我错了。你倒是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我一天不求饶，你就一天舍不得让我死。我永远不会说。出去。沈昭宁，你越是这样硬，我就越想看你低头的样子。没事吧？没事儿，就是想看看我。他看一回，你就危险一分。我知道。沈姐姐，你没事吧？听说摄政王要见你，我魂儿都快吓飞了。没事儿，升了武长，还赏了银子。别高兴太早，武长虽小，好歹是个官。谢渊不会让一个仇人当官当得太舒服。接下来我知道麻烦，我不怕麻烦，不会多。下一次交手不会太远的。我要做的是在他下一次出招之前，把自己变得更强。武长是个女的，听说她是军奴出身，管她男女，能带咱活着回来就行。从今天起，你们归我管。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进了我的伍就一条规矩，听命令。不听会咋样？试试。今天第一课，怎么在战场上活下来？跟我走。你们看到了什么？啥也没看见。我在你们前面10步趴了小半炷香，你们5双眼睛一个都没发现。敌军探子也是这么趴的，等你们看见他，刀已经抹到脖子了。武长，你教我们。第一，用泥和草汁把脸涂了，别让白皮露出来。第二，趴下的时候身子贴地，屁股别撅。第三，喘气轻点，别跟牛似的。昭宁，有件事。将军请说。朝廷接到密报，说你在军营里勾结外敌，图谋不轨。你当年那个旧案子被人翻出来了。谢渊干的。他没直接出面，但上密折的是他门生，他想借朝廷的手除掉你。陛下怎么说？陛下没批，把折子压下来了，但不批本身就是个态度。陛下在犹豫。将军，我现在能做什么？立功，立大功，大到陛下觉得你有用，大到谢渊动你之前得掂量掂量。明白了。
谢渊，你出完招了，下一招该我了。你来的正好，今天军报罗成山了，我这把老骨头可抄不完。您歇着，我来。孙德茂是谢渊的人，管粮草的。上次赵将军说粮草总被意外耽搁，要是他在粮草上动手脚，既能卡赵将军的脖子，也能顺带饿死我。可不是嘛？孙转运使最近挺忙吧？这都第3回了，赵将军催了多少次，那边总有延期了。什么理由？说是路上撞了山贼，粮草被劫了。可那条官道走了10几年，从没听说过有什么山贼。山贼，好借口。有没有山贼，亲自走一趟就知道了。车辙应是往北去的，不是往南。运粮车从京城往边关走，方向是朝北。但要是真遇了山贼，车应该横七竖八扔在路上。这辆车是被拉到树林边上烧的，有人故意毁车。为了造个被劫的假现场。那粮草呢？被人搬走了，不是山贼劫的，是自家人搬的。证据有了。孙德茂监守自盗，把粮草私下转走，再报个山贼打劫。谢渊知不知道不好说，但孙德茂是他门生，这笔账挂谁头上都行。孙德茂贪墨军粮，这是砍头的罪。将军，现在还不能动他。你有什么主意？孙德茂背后是谢渊，我们现在揭发他，谢渊最多丢个卒子保车。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怎么个将计就计？孙德茂把粮草卖了，必定有销赃的下家。我们顺藤摸瓜，先把他的同伙找出来，同时放风声，说朝廷要严查粮草亏空。孙德茂一慌，就会去找谢渊求救。谢渊要是出手捞他，我们就有了谢渊包庇贪墨的铁证。好，妙！让孙德茂自己把谢渊拽下水。对，请君入瓮。好，就按你说的干。谢渊，你拿孙德茂卡我们的粮草，现在我就用孙德茂反咬你一口。孙德茂每次报被打劫的地点都在这儿，清风岭，离边关120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天，确实是个下手的好。怎么他再动手？下一批粮草5天后从京城出发，我们提前把人伏在温清风岭，当场拿下。要活的，要口供一套送上。对，孙德茂跑不了，他背后的人也撇不清。这次行动，沈昭宁全权负责。是，赵将军把这次行动交给我，是信任，也是赌。孙德茂这颗棋子，我要把它磨成扎进谢渊喉咙里的刺。来了，要动手就这一带。等，不想死的，把兵器放下！兄弟们，搬粮！动手！李副使，好久不见。你怎么？我怎么知道？那是因为你们太蠢了。李副使，监守自盗、贪墨军粮，你知道是什么罪吗？将军饶命！是孙大人让我看的，他说粮草卖了钱，分我30%。孙德茂有证据吗？有，他每次让我动手，都给我写手令，手令我藏在床板底下，一封都没扔。来人，把李副使带下去，看好了。人证物证俱在，孙德茂插翅难飞。谢渊会不会出手保他？保？铁证如山，他敢保，那就是同党。他没那么傻，最多汽车保药。够了，断谢渊一条胳膊，让他知道动我不是没代价的。谢渊，你的门生孙德茂贪墨军粮，人赃并获，你不保他，寒了手下的心；你保他，脏了自己的手。这道选择题，你怎么做都特。京城急报，摄政王谢渊办差不力，被陛下当场责罚，罚身1年，闭门思过3个月。好，
他选了汽车保帅。谢渊，你果然是一点亏都肯吃。吴长，这弓太硬了，拉不开。弓不硬，是你们的胳膊没劲。从今天起，每天加做100个俯烹，半个月就能拉开。吴长，你以前也练过？小时候在府里学了一点，后来到了军营没条件练，就自己想办法。啥办法？砍柴，每天100斤柴，胳膊自然有劲。这几个新兵跟当初的我一样，什么都不会。我不嫌弃他们，我自己就是从什么都不会过来的，肯练，就没有练不出来的兵。你看看，谢渊被罚闭门思过，但他的人还在动。对，他的门生朱茂才被调到了北境，借孙德茂的帮继续管粮草。换汤不怪药，不贪不占，就从别的地方找。他怎么跟谢玉搭上线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产业？一个人不可能浑身都是铁板，总有缝隙。你说的对，我再让人往下挖。老娘，别太急。谢渊被压了3个月，这是我们的窗口，但窗口用对了是机会，用错了是陷阱。我明白。今天练得够狠的。不狠不行，不知道哪天就打起来了。练好了，战场上能多带回几个。你变化真大。哪儿变了？刚来那会儿，你眼睛里只有恨。现在里头还多了点别的东西。人，你开始在意他们了。霍叔说的对，刚来的时候，我心里只装着一件事：报仇。可现在，这些跟着我的兵，我放不下了。我不能让他们死，我得带他们活着回去。吴长，北边有动静，好像有北狄探子。所有人跟我走。听到什么了？马蹄声了。 7、8匹，不太多，距这里大概3里。北狄探子还是巡逻队？不像巡逻，巡逻队不走这么偏的路，应该是探子来摸我们底的。吴长，那咋办？跟上去，看他们往哪儿走，先别惊动。8个人，7匹马，1个放哨的，放哨的在东边大石头后面。能全拿下吗？能，但必须同时动手，不给他们反应的时间。我数到3，一起动手，记住要快，要安静。1、2、2、3。 8个活口，跑了1个，被箭射回来，8个全在这儿。好，好，连夜使他们的嘴撬开，把他们的嘴撬开。我说，可汗派我们来的，来摸清楚你们先锋营有多少人，怎么布的防。7天之后，可汗亲自带2万骑兵从北边绕过来，偷袭你们的粮仓。粮仓在后方，要是被烧了，整个边军都得断粮。可汗说了，烧了你们的粮，你们不战自溃。必须抢在7天内加强粮仓防守。可要是大张旗鼓的增兵，北狄就知道计划泄露了。将军，我有个办法，粮仓地势高，易守难攻。说，我们不增兵，反而把守军撤走大半，留几10个老弱，做出藏在空虚的假样子，等北狄来烧粮仓，全压上去，一举围死他们。空城计。对，但藏兵的要求极高，1天都不能露馅。就这么干，你去负责。是，这是北狄掏家底的一拳，也是我眼前最大的机会。这场伏击要是打成了，我的名字不会再只是边军内部传一传，它会传到京城，传到谢渊的耳朵里。 藏得严实，北狄探子就算摸到跟前也瞧不出来。瞧不出来才好。 3天了，北狄探子来过2次，在粮仓周围转了转就走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疏于防守的粮仓，几10个老弱，门户大开。可汗会上这个当吗？我赌他会来，他太想赢了。吴长，
他们今晚真会来？会，明天就是第7天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来了。他倾巢而出了。收，全收了！汉人没粮吃，3天就垮。放箭！北狄小儿，今天叫你们有来无回！出去了，撤！快撤！沈昭宁，这一仗你是头功。将军运筹帷幄，我只是跑腿的。还跟我客气？你放心，这仗的功劳我一笔都不会少报。可汗跑了，而我手上多了一份谁都抹不掉的功劳。自己打开看，给你的。圣旨上写的清楚，沈昭宁屡立战功，擢升破虏将军，赐银500两，绢100匹。怎么不高兴？高兴，但肩膀上沉了。这就对了，官儿越大，盯着你的人越多，高兴一会儿就行了，剩下的都是硬仗。将军，谢渊那边什么反应？他的门父在朝堂上当场反对，说你罪臣之女，不配为将。陛下没搭理，当朝说了一句：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论出身。陛下这时再敲打谢渊，让他看清楚，这天下还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谢渊会怎么接？不好说，但他闭门思过的期限到了，下个月就出来。出来后第一件事肯定是找你。我等着。武长，不对，现在该叫将军了，你真是将军了。破虏将军，但我还是你们的无头。让将军当武长，这说出去谁信啊？我当什么官，都是你们一件一件射出来的，没你们，我什么都不是。行了行了，都围着你们武长干嘛？该干嘛干嘛去。你升得越快，谢渊的杀心就越重，别大意。我知道，霍叔，帮我办件事儿。说。查一个人，谢渊的副将魏忠，跟谢渊最久，知道的事儿最多。你要动魏忠？不是现在，但以后用得上。明白。魏忠是谢渊的左膀右臂。要砍倒一棵大树，得先削掉它的枝杈。我不急，一个一个来。摄政王有令，霍卢将军沈昭宁3日后赴京述职。我刚升官，述职也该是吏部下文。怎么是摄政王府来传话？摄政王奉旨督察边军将领，沈将军是头一个，去不去，您自己看着办。谢渊闭门思过刚满期，屁股还没有坐热就伸手了。述职是假，鸿门宴是真。我知道。你不能去，到了他的地盘，谁知道他会干什么？不去就是抗命，他正愁没由头动我。那你真去？去。为什么不去？我现在是破虏将军，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他敢明着动我，就是打陛下的脸。你变了不少。你里滚出来的。将军，这一趟凶多吉少。我知道，但我不来，他就赢了。什么意思？他叫我来，就是赌我不敢来。
我怕了，他就知道我还有软肋，以后他会往死里捏我的软肋。我来了，至少让他知道我不怕他，不怕他才有跟他斗的底气。京城，我爹蒙冤死在这座城里，我这次回来不是来住职的，我是来告诉所有人，沈家的女儿还没死。破路将军，好大的威风！不敢，在边关打了几个小仗，陛下抬爱罢了。哼，歼敌5000，伏敌3000，逼退北敌可汗，这叫小仗？跟摄政王当年的战功比，不算什么。嘴倒是越来越会说了。坐。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述职。述职？你我之前在边关隔三差五见面，有什么职非得跑到京城来述？那摄政王的意思是？我就是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看到了。满意吗？不满意。你越得意，我越不满意。那摄政王打算怎么办？杀了我？现在杀你，天下人会说朝廷杀功臣，我不杀。那叫我过来，就是为了看一眼。对，也让你看看我。3个月闭门思过，没把我怎么着。你立了功也没把我怎么着。我还在这个位置上，谁都动不了。摄政王说的对，你还在这个位置上，我也还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动，挺好。行了，下去吧。述职的事儿我会安排。多谢摄政王。刚才从王府出来，我就发现了，你手心全是汗，面色倒是平稳。紧张？那还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不装怎么办？让他看出来我紧张，他就赢了。你要过服了。你现在说话办事越来越像个将军了。爹，娘，弟弟，我回来了。不是以你们盼的那种方式，但我会让沈家堂堂正正把门再打开。将军，这就算完了。谢元没再为难你。他现在不会动我，我刚升的破谷将军，陛下亲封，动我就是打陛下的脸。那往后呢？换别的手段，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一天天的，什么时候是个头？等他倒的那天。沈昭宁，你今天别想活着回去。谢渊派你们来的？不用知道谁派的，知道自己是死人就行了。那就别废话了，留一个活的。回去告诉谢渊，下次多带点人，6个不够。不识好歹。 6个死了3个，跑2个，抓1个。活的绑了，带回营审。谢渊，我刚出京城你就派人劫杀，你急了。你越急，我越知道你现在拿我没什么办法。说，谁派你来的？你不说我也知道是谁，但我需要你亲口说出来，去陛下面前作证。做梦！我说了，我全家都得死。那你就替他扛，刺杀朝廷命官，死罪。你死了，你家里人会不会安全？你自己掂量。 他要是死活不开口呢？不急，关他几天，让他自己想。横竖都是死，怎么个死法，得靠他自己选了。京城那边，谢渊还有别的动作吗？暂时没一面，他比我想的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就不会半路截杀了。所以他急了，他越急，破绽越多。这次截杀没成，谢渊不会收手，接下来他会在粮草、军械、兵力调判上卡我，每一招都得防着。你看看。 粮草又延期了，朱茂才不是刚上任吗？就是他卡的，说边军粮草消耗太快，要重新核算。核算？他是想拖到入冬大雪封路，粮草运不进来，我们就得饿着肚子跟北敌打。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将军，粮草走官道归朱茂才管，我们插不上手。可要是从别的路子运粮呢？别的路子？边关有不少跑买的商人，常从内地贩粮到北境，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买粮，绕开朱茂才。 私购军粮被查出来是大罪，不以兵方的名义，以我个人的名义买，
运到我驻地，再往下分。你哪来那么多钱？陛下赏的500两，加上以前的积蓄，先买一批，把眼前这个冬天熬过去再说。行，我帮你联系商人，小心点儿，别让谢渊的人闻到味儿。明白。这位客官要买什么？粮食500只。500寿，大买卖呀！不过眼下边关查得严，粮食出关要批文。您是军中的人？只问你运不运得了？能。价钱比平时贵3成，路上风险大，各处都得打点。可以。什么时候到？半个月，北虹口岸，你派人接货。一言为定。刘掌柜，这批粮的事，除了你我，别让第3个人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嘴最严。500升粮食，够我的兵吃2个月，撑过这个冬天，总有别的办法。这批能撑多久？2个月，省着吃能顶到开春。朱茂才那边要是一直卡着呢？他卡他的，我买我的。等他发现我们没饿死，该坐不住的是他。将军，营门下来了人，看着像是朱茂才那边的。快把车藏好，粮食盖严实。申将军，都这个时辰了，营里怎么还动静这么大？练兵，边关不比内地，晚上也得紧着。是吗？我怎么闻着一股粮食味儿？营里的存粮，怎么，朱大人连边军的存粮也要查？哪里，随便问问。沈将军辛苦，我这就回去交差。朱茂才鼻子倒是灵，闻到味儿就一定会有动作。不过粮已经入了库，账也做平了，他查不出东西。沈将军，我核对了边军近几月的粮草账目，发现你们先锋营的用粮比上报的数目少了2成。士兵们省着吃，不行。边军每日操练，体力消耗大，粮草本该多用，不该少了。朱大人，只能说明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粮是重罪。若有人绕过朝廷粮道私自买粮，那就是欺拒。有证据吗？暂时还没有，但我会慢慢查。那你慢慢查，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查。沈将军，我劝你一句，不要跟摄政王作对，你不是他的对手。朱大人，我也劝你一句，不要跟我作对，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哼，他会不会真查出什么？查不出来，粮草分了几处藏，账目也平了，他咬不死我。他天天这么盯着，迟早要出纰漏。那就想办法把他弄走。弄走？谁能把谢渊的人弄走？陛下，赵虎说边军粮草供应不足，士兵饿着肚子操练。怎么回事？粮草调拨有固定流程，赵将军急着用粮，心情可以理解，但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什么难处？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前任转运使孙德茂贪墨被查，新任朱茂才接手的摊子太烂，还在理税。理水？他理了大半年还没理完。朕不想看到边关将士饿着肚子打仗。告诉朱茂才，1个月之内粮草供应恢复正常，做不到，朕就换人。是，退下。沈昭宁、赵虎，你们合起来在陛下面前参我的人，好，这口气我记下了。王爷，陛下怎么说？1个月内必须恢复粮草供应，不然换人。那朱大人那边，让他先收敛着来，别给人抓把柄。该给的粮按时给，先把这关过了。那沈昭宁呢？就这么放着？放？
等风头过了再收拾他。王爷，属下有个主意。说，沈昭宁能打仗，可他不会来事儿。边关除了赵虎，还有好几个坐镇的，我们可以拉拢其他来亮阵。他在军中没了盟友，赵虎一个人撑不住。这路子对，先从王重山入手，他手下2万兵马一直眼红赵虎的战功，拉过来最好用。是，沈昭宁，你以为在陛下面前告我一状就算赢了？不，这才刚开始，我会让你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站到你的对面去，让你在边关待不下去。王将军，摄政王一直很看重您，您手里2万精兵是边关的顶梁柱。看中我怎么还在这个破地方蹲着？赵虎那边打了胜仗升了官，我呢？摄政王说了，只要您稍微搭把手，等赵虎和沈昭宁那边出了岔子，边关第一把交椅就是您的。你是说，怎么个打法？劫他们的军报，这是死罪。不是劫，是耽搁。军报在路上出了点小意外，晚到几天，能算什么大事？事成之后，摄政王保您升骠骑将军。行，就这么办。不对劲，朝廷的批复3天前就该到了，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还有几份很紧要的情报也迟了好几天。路上被人动了手脚，军报谁敢动？那是掉脑袋的事。如果不是劫，是拖呢？军报从京城到边关走的是哪条线？先到王重山的驻地，再转过来。王重山跟我们有过节？没过节，但他一直眼红我的战功，几次在背后说我是靠运气。那就是有人把他拉过去了。谢渊，多半是他，直接动不了我们，就拉别人来围。我找王重山理论去。将军，不能去，没证据，去了反倒被他反咬一口。那就干看着。先忍，军报迟了，情报就从别的路子补，同时派人盯住王重山，看他跟谁来往。也只能这样了。将军还在想王重山的事儿。他不光是卡军报，要是真被谢渊拉过去，将来战场上关键时刻，他可能会见死不救。那怎么办？得捏住他的把柄，让他不敢往谢渊那边倒。什么把柄？霍叔，帮我查他的底。他在边关待了这么多年，不可能干干净净，贪墨军饷，克扣粮草，虚报能挖出来出东西来。行，我去查。谢渊想拿王重山断我的情报线，那我就先把王重山这根线剪了。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你谁？找我什么事儿？我是谁不打紧，要紧的是我能帮你。帮我？我有什么需要你帮的？你欠了赌债30两，利滚利，现在少说50两了。赌场放了话，再不还，卸你一条胳膊。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光知道，还能替你还。什么条件？告诉我王重山最近见了谁，说了什么。这是定钱，事成之后再给50两。行，但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说的。放心，做买卖的嘴最严。把打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说出。王重山贪墨军饷，有证据吗？张三说他亲眼看过账本，数目和实发的差了一大截，账本藏在王重山书房的夹墙里。能拿到账本，王重山就完了。刚见破口，又遇阻力，不需要拿55账本。那怎么证明他贪墨？让不家阵王相信他贪墨，怕被查就够了。什么意思？放消息出去，说朝廷马上要派人来查边关军饷，重点查王重山。假消息？但他不知道是假的，他做贼心虚，一定会去找谢渊求救。谢渊要是出手帮他，说明两人绑在一起；要是不帮，王重山就会恨死他。让他们自己咬自己。对，不用我们动手。将军，消息准了，朝廷真要派人来查军饷，而且重点查的就是咱们。你确定？京城里托人打听的，吏部已经在你名单了。
下墙里的要是被翻出来，烧了不行，烧了更可疑，账都没法对。要不找谭三？对，找谢渊，他欠我的，我替他结军报。现在我摊上事儿了，他不能不管。可摄政王那个人，管不了那么多了，备马，连夜走。王爷，朝廷要查我，您得出手。查你？查什么？军饷账目上有些出入。王重山，你贪墨军饷多少？大概5万两上下。5万两？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王爷救我！我替您办过事的，您让我接军报，我一句二话没有就办了。闭嘴！现在你捅了娄子来找我，是想把我拽进去？不是，这事我管不了。王爷，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说了，管不了。出去。废物。王爷，他手里有您让他结军报的证据吗？没有，是口头吩咐，没留字据。那就好，他要是敢乱咬，我们就告他诬陷，派人盯着他，狗急跳墙，不能不放。将军，摄政王不肯帮忙，他不光不帮，还想撇干净。我替他卖命，他拿我当破布扔。那咱们怎么走下一步？他不仁，别怪我不义。账本藏好，朝廷真要查到我头上，我就把他让我结军报的事全撂出去。那您不也？横竖是个死，拉他点飞，黄泉路上也有个作伴的。沈昭宁，他是不是早就算到这一步了？回去禀将军，谢渊拒了王重山，两人闹翻了。什么好事儿？成了，离间计真成了。王重山现在恨谢渊恨得牙痒痒。对，接下来他为了自保，说不定会把谢渊的事往外抖。一时半会儿他不敢，抖出来自己也跑不了。那就再烧一把火。怎么烧？找人给王重山递个话，就说这次朝廷军饷主动坦白的，可以从轻落。朝廷真有这说法？没有，但是他也不得不信啊。你这一招够狠。对敌人不狠，就是对自己狠。谢渊把王重山扔了，王重山现在是颗孤子，我要让他觉得只有全盘交代才有活路。他一交代，谢渊的锅就甩不掉了。谢渊抛弃了王重山，王重山就成了插回他自己身上的刀。裂痕有了，我只是往里面滴了几滴水，等冰一冻，缝会自己炸开。将军，外面有人递话，说朝廷这次查案有句话，主动交代，从轻发落。谁递的？不知道，信是塞在营门口，没落款。从轻发落，能轻到什么份上？免死？流放？如果我把谢渊的事也供出去呢？能换条命吗？将军，谢渊在朝里势力太大，您供了他，他也有办法反咬回来。那就让他咬，横竖都是死，至少死个明白。备笔墨，我要给陛下写密折。王重山的密笈，你看看。王重山说：“你让他结军报，有这回事吗？”陛下明鉴，王重山贪墨被查，狗急跳墙，胡乱攀逮，臣从未指使他做过任何事。那军报延误是怎么回事？臣不知，或许是路途上出了意外。这条路军报走了10几年，从没出过意外。臣当真不知。行了，朕会让人查清楚。
你退下。望一条信。王重山，这条疯狗！哈哈哈哈！王重山真给陛下上密折了，把谢渊也供了出来。谢渊不会认的，他会一口咬定王重山在诬告。那陛下信谁？谁都不信。但陛下会记住，这是他第2次被牵扯了。上次是孙德茂，这次是王重山。谢渊手下的人一而再出这种事儿，陛下心里那杆秤会慢慢倾斜。对，一块砖一块砖的掉，墙总会塌。我们不指望一次扳倒他，但每一回都在陛下心里刻一刀，让陛下对他越来越不放心。这一招比打一场胜仗还厉害。没有前面那些胜仗，王重山不会怕；没有陛下的信任，他也不会信那句从轻发落。每一步都是铺垫。下一步怎么走？等陛下派人来查王重山，等谢渊露出更多破绽。王重山贪墨军饷，革去官职，押送京城候审。还有什么话说？没了，只求陛下念我主动交代，留一条命。怪不得咱们的饷银老拖着不发，全让他吞了。呸！以前还觉得他是条汉子。一步错，步步错。从答应谢渊那天起，我就已经在坑底了。王重山被押走了，他那2万人暂时由朝廷派人接手，谢渊又少了一条胳膊。他不会消停的，还会找别人。哼，来一个拆一个，不能老是被动拆招，得主动出手。怎么个主动法？谢渊在边关的势力主要掐在2样：粮草和人事。粮草我们绕开了朱茂才，人事上得在朝里找一个能斥衡谢渊的人。朝里能治他的人，陛下算一个，可陛下不会直接管边关的细事。还有谁？丞相李元。李元就是上次在朝堂上替我说话的那个。对，文官之首，跟谢明运争暗斗多少年了，他能站过来，我们在朝里就有了说话的人。那我写封信给他。你跟他素不相识，他凭什么帮？我不需要他帮我，我需要他帮他自己。谢渊倒了，对他也有好处。行，信我帮你递。李大人，晚辈沈昭宁现为边关破虏将军，冒昧致信，实因边关安危与朝堂已扯在一根绳上。谢渊专权，粮草不济，军报被劫，将士苦不堪言。大人乃社稷重臣，当知唇亡齿寒之理。晚辈不才，愿为前驱。若有朝一日清君侧，晚辈甘效犬马之劳。这封信送出去，李元会怎么用它？拿去给陛下看，还是压在手里当筹码？你怎么看？他想拉您一道对付谢渊，倒是直接不绕弯子。大人打算怎么回？谢渊这2年越来越不像样了，贪墨、结党、压边将，陛下嘴上不说，心里有数。只是谢渊手里有兵，陛下不敢轻易撕破脸。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跟谢渊正面扛的武将。赵虎算一个，可他出身低，朝里没根。沈昭宁虽是女子，战功摆在桌上，而且她是罪臣之后，没有家族牵扯，用起来反而放心。大人想扶持沈昭宁？不是扶持，是联手。他需要我在朝里替他说话，我需要他在边关牵住谢渊，各取所需。那这封信留着，以后用得上。王爷，探子来报，沈昭宁给李元写了信。写了什么？不清楚，信是赵虎的人递的，内容没接到。他居然搭上了李元！王爷，李元一直跟您唱对台戏，他和沈昭宁要是联起手来，我知道，不能让他们站到一块儿。那我们怎么断？先截断他们的线，派人盯住李元的府邸，凡是赵虎和沈昭宁的人，一律拦下。是。还有，给朱茂才传话，继续卡赵虎的粮。是。卡到他们撑不住，自然会来求我。是。沈昭宁，你搬救兵搬到李头头上去了，你以为他能保你？我连他一块儿收拾。京城传回话了，收到了信，没回复。
没回复就是最好的回复。为什么？他要是拒绝，会直接告诉我；是答应，会想办法联系我。不回复，说明他在看，也在试，看我值不值得压这一注。那我们接下来该干嘛干嘛，打仗、练兵、攒功劳，只要边关离不开我们，他迟早会靠过来。也是。对了，朱茂才又卡粮了，上个月说好的粮只到了一半。他不卡才奇怪，我们的存粮还能顶多久？省着吃1个月。够了，1个月之内，我来想办法。沈将军，上回的粮还满意？满意，所以又来找你了。这回要多少？800正。800正，量太大，风险也大。最近风声实在太紧，朱大人那边查私粮快查疯了。价钱加5成，6成。不行，我换人。6成就6成，半个月老地方接货。成交。等等，沈将军，朱茂才放话了，谁给您供粮就是跟他作对。我这次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知道，以后我不会亏了你。但愿你能赢。会的。边关几个将领的底都在上头了，家底、性子跟谁走得近。周武也在里面。周武，北境粮道上的守将，手下2000人，跟朱茂才走得很近。谢渊在边关不止王重山一条眼线，这个周武8成也是。不能让他卡在粮道上，在朱茂才动手之前把周武换掉。怎么换？他有什么把柄？暂时没查到。这个人很小心，不贪不占，也不沾赌。没有把柄就造一个，去查他副手是谁，跟他关系怎么样。明白。这批到了，能撑挺久。前提是朱茂才不知道。刘掌柜说，这回路上差点被朱茂才的人截住，花了不少银子打点才脱身。他鼻子越来越灵了。将军，咱们是不是该想个……将军，朱茂才带人来了，说要查粮仓。新粮全部进暗仓，快！什么人？朱茂才深夜来查，肯定是闻到风声。这批私粮要是被他翻出来，就是死罪，不能让他进，绝不能。沈将军，深夜叨扰，见谅。有人举报先锋中收私粮，本官依旨查办，请配合。先锋营是边防重地，没有赵将军手令，任何人不得进出。这是陛下亲批的搜查令，够不够？将军，暗藏的粮已经转走了。去找刘掌柜之前，我让人挖了第2个暗仓，现在去的是空仓。大人，各处都查了，没有私粮，不到100担。上个月你们报的消耗是300担，差的粮去哪儿？北敌退了支，训练量下调，口粮本就减了。先锋营以探头为主，不像重甲兵那样顿顿足量。大人不妨查阅操练记录，不同兵种配给不同。沈将军，今晚没查到，不代表以后查不到。大人随时可以来，不送。暗藏在井下，井底是干的，我让人挖了条通道，通到旁边山洞，粮食全在洞里。将军一粒都没少，干得好！你什么时候备下的？朱茂才上任头1天，我准备了3个地方：明仓引差、暗仓存粮。这口井是暗仓的暗仓，算无一策。欺人太甚！半夜搜营，招呼都不打一声。
他有陛下的搜查令，拦不住。那怎么办？今天查，明天查，兵还练不练了？将军，我有个法子，让他以后不敢再来。说。我们主动请朝廷派人来核查粮草。主动请？对，写折子说边关粮草供应吃紧，请求朝廷派员核实。朱茂才是粮草转运使，核查粮草就是查他的账，他来查我们是被动，我们请人来查是主动。到时候站在上面被查的不是我们，是他。反客为主。好，我这就写折子。折子上不要提朱茂才，只说粮草不济，影响军心，请朝廷核实。明白。朱茂才想救我的便请朝廷来查他的账，他是转运司，粮草亏空首当其冲，到时候不是他查我，是我查他。赵虎说边关粮草供应不足，请朝廷派人核查，你们怎么看？陛下，赵虎这是在告朱茂才的状。朱墨到任不到1年，功一直正常，赵虎是借题发挥。摄政王此言差矣。赵虎是边关大将，若非不会上这等折子。粮草关乎边防安危，查一定对谁都好。李爱卿说的是，边防大计，马虎不得。陛下，若是派人核查，朱茂才的颜面重要，还是边关将士的肚子重要？此事就这么定了，派户部侍郎张文远方边关核查粮草。是。李渊，你是一心和我过不去。哼，摄政王言重了，下官只为朝廷办事。王爷，张文远来查，我的账经不起查呀。账怎么了？有些对不上，粮草被我挪了部分，还有一批卖给了商人，私卖军粮。王爷，孙德茂留下的窟窿太大，我不这样做，账面根本平不了。亏空多少？大约3万两。3万两，好，我给你填。记住，这是在最后一次出了往后不用陛下查，我亲自办。谢王爷，谢王爷。滚！沈昭宁、赵虎，你们这一招够狠！赵将军、沈将军久仰。张大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这位便是以少胜多、火烧敌营的沈将军，果然气度不凡。张大人过奖。带我去看看粮仓。账上与实际存粮差了近30%。大人明鉴。数月来粮草供应一直不足，将士们只能省着吃。沈将军怎么看？原因大致有几端：转运路途远，中间环节易出损耗，但具体缘由还得请大人详查转运司的账目。说得好，明日我去转运司。朱大人，这批粮草明明已运出。账上怎么还写着在库？可能记错了。损耗2成，从京城到边关正常损耗不到半成，2成损耗，粮去哪儿了？路上遇了暴雨。暴雨？我查过沿途州县的晴雨路，那几日一路晴好，哪来的暴雨？朱茂才，你监守自盗，私卖军粮，该当何罪？大人，下官也是被逼无奈，前任孙德茂留下的亏空太大，不平根本交不了差。既如此，为何不奏报朝廷？来人，将朱茂才拿下，押送京城候审。朱茂才已经认罪，私卖军粮，填补亏空，合计3万两，陛下定会严惩。多谢张大人秉公处置，分内之事。不过边关粮草问题，不是抓一个朱茂才就能根治的，我会向陛下建议改革转运条例。沈将军，请说。朱茂才背后有人，3万两的亏空，他一个人填不上，有人替他填了。谁？没有实证，不便指名。我知道了，此事我会继续追。张大人不笨，你刚才他会往下查。是谢渊。甄茂才倒了，谢渊又断了一条臂膀，接下来他会更疯。废物！3万两的窟窿都捂不住。不必，他不敢攀咬我，他全家老小还在我手里。王爷，朱茂才已押进京，要不要在牢里安排？是。不过王爷，张文远这次查粮和沈昭宁的推手，他们以为搬得有个刀捂朱茂才就能动我，天真。王爷，接下来怎么办？沈昭宁不是能打吗？让他打，
派人去北狄那边搭线，给他们递点好处，就说秋天草黄马壮，正是犯边的好时候，把先锋营的布防缺口也透给他们。王爷，私通北狄若被查出，谁说私通了北狄？只是军报延误，让他们钻了空子。守不住是他无能，守住了也得拖一。属下这就去安排。部长中了，不错，继续。北边有动静，探子说北狄在集结兵力，秋天可能动手，而且矛头像是冲我们防区来的。我们防区东倚山西入水，只有中间一条通道，不是最薄弱的地方，为什么选这里？有人说是谢渊的人透了消息，说先锋营粮草充足，防守空虚。他想借北狄的刀杀我。先不管消息哪来的，传令下去，哨岗加日常巡逻翻2班，所有工事3天内加固完毕。是。谢渊，为了除掉我，你连这种事都干得出来。通敌是抄家灭人的，动不了你，但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件事查得明明白白，摆在陛下案前。北狄若真冲你防区来，你打算怎么打？防区通道最窄处只有20步宽，我会在这里层层设防，巨马鹿角火油滚石，把他们堵在通道里打。需要多少兵？3000足矣。我给你5000，记住，守住就是大功，不要贪。将军放心，我不会拿弟兄们的命去冒险。你越来越像个将军了。战场教的。赵宁，若北狄真是谢渊引来的，你打算怎么办？找到铁证，送他上路。将军，这些攻势能挡多久？挡不住太久，但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赵将军的援兵来。北狄要是来上万人呢？他们骑兵道狭窄，只要站住2侧山坡，拖不拖？拿弓箭和滚石往下砸。3天，所有攻势必须完。3天后，我们在这儿等他们。明白了。攻势3天能完，士气没问题。我向朝廷了增援，但至少7天才能到。7天够了，我不会让北狄过这条线。有消息说谢渊在朝堂上放话，说你擅自调兵，居心叵测。他慌了。陛下没理，但你要留神，他在背后可能会使绊子。我知道，打完这一仗，我回头和他慢慢算。你打算怎么算？把北狄犯边的真正原因查个水落石出。若真和他有关，我会让全天下知道。行，我称你。将军，叶礼良。霍叔，你说他们会来吗？会。为什么这么肯定？那边太静了，静得不对劲，北狄在憋气。霍叔，我要是没撑过去，你不会。我是说如果。没有如果，你从军奴爬到将军，吃了多少苦，他不会让你倒在这里。流星像我的命，从泥里起来，划过天，也许哪天就坠了，但至少照亮我。将军，北狄大军至少1万人，各就各位，听令行事。第一波肯定是骑兵冲阵，巨马能顶住吗？最窄处20步，骑兵展不开，前排装上巨马，后排刹不住，会自己挤成团。2侧山坡放箭，推滚石。明白。放箭，推滚石。下一波该上步兵了，拿盾牌顶箭。我们怎么应？我在那儿埋了火油，等他们踏进范围，点火。点火！大腿2坡了，只是试探，主力未损。今晚他们会来夜袭，那怎么办？让他们来，给他们备一份大礼。将军，他们真会来。白天吃了亏，晚上定要来摸哨。北狄的老路子来了，约500人，想先拔哨，在里应外合，等的就是他们。放箭！
一个不留。将军，沈将军已打退2波进攻，全歼夜袭队500人。好，他眼下情形如何？沈将军说北敌主力未动，请求增援。我手头能调的兵全在南线，拢共3000，调过去最快也要2天。沈将军说他能顶2天。回去告诉他，2天内我一定到。谢渊会不会在路上解我的调令？你亲自送，绕开王重山旧部把守的驿站，别让任何人碰这封信。是。将军，我会不会死啊？不会，肩头没伤着骨头，养几天就结痂了。阵亡80多，伤了200余，箭矢耗过半，滚石快见底了。我知道。明天北敌再攻，拿什么挡？明天不挡。什么意思？明天主动出击。出击？我们不到5000人，北地还有7、8千。正面硬碰不行，我带1000人从后山绕到他们营地背面，烧他们的粮。后山那条路太险，那条路我走过很多回，每块石头每道沟，闭着眼都能摸过去。非去不可。不去，粮草烧不掉，我们守不住。放心，我不会死。这条路太险，万一有人踩空。带他们走过3趟，每个人都知道落脚在哪儿。粮草在东角，霍叔左绕，我从右，400正面佯攻。佯攻不是送死。北敌主力都在前营，后营空虚，正面只造声势，不硬撞。看见火光为号，一齐动手。3个哨塔，200守卫，得先把哨兵解决，动静越小越好。上！连火！粮，救粮！粮草烧了，北敌明天就得退。不一定，狗急跳墙，他们可能拼死一搏。那怎么应？回去整装，他们不退就打。谢渊，你看见这火光了吗？你的北敌盟友撑不住了。烧了他们的粮，北敌撑不过3天，但谢渊不会收手。在他出下一招之前，我必须拿住他通敌的铁证。可汗，粮草全烧光了，剩下的口粮撑不过3天，可汗撤吧，再耗下去不用汉人打，将士们自己就叛变了。沈昭宁，这个名字我记下了。传令，全军拔营，撤回草原。将军，北敌撤了，全撤了！将军，
赢了。赢了。将军，你在想什么？援军的事，赵将军说2天到，今天是第几天了？第3天，援军连影子都没见着。不是意外，是有人拦了。霍叔，帮我查清楚，援军为什么没到？是谁在半路伸了手？明白。防区守住了，伤着没有？守住了，北狄退了。那就好。昭宁，援军的事，我对不住你。谁拦的？调令在半路被人劫了，等我重新签发，已经来不及了。劫令的人是谢渊的旧部。果然是他。将军，帮我一个忙。你说。帮我摸清谢渊在边关还有多少眼线，我要一个一个拔。行，我来查。查到了，劫援军的是周武的人。周武，果然是他。那个粮道守将？对，朱茂才倒了之后，他一直缩着头，没想到在这儿等着。能办他吗？不好办，动手的是他手下，不是他本人，没有直接证据，他一句不知情就能推干净。将军，还有一件事，有人看见周武的副手在北狄犯边前几天去过北狄营地附近，干什么去了？不清楚，但那个时间点太巧了。这就够了。够什么？够我上书弹劾他通敌。证据还不够硬吧？我来上书，我不需要一棍子打死他，只需要让陛下起疑。陛下只要派人来查，周武就捂不住。有道理。臣沈昭宁奏：北狄犯边之前，粮道守将周武之副手数次出入北狄营地附近，行迹可疑。北狄退兵后，周武所部又截留援军调令，致臣部孤军应敌。臣恳请陛下派人彻查周武。连夜送用京城，交丞相李渊李大人。是。沈昭宁上书弹劾周武通敌。他怎么知道的？他不需要知道，他只需要让陛下觉得该查。王爷，周武那边要不要伸手拉一把？拉不了，一伸手，连我都沾上。那让他自己扛，传话过去，嘴闭紧，家小我会替他照看。是。还有，沈昭宁这次又打了胜仗，陛下必定要赏他，我不想看他再往上升。王爷的意思是，找人在朝中参他，虚报战功，杀良冒功，不管真假，先把名声给他泼脏了再说。明白。陛下，臣弹劾破蜀将军沈昭宁，虚报战功，滥杀无辜，欺君罔上。虚报战功，证据何在？沈昭宁上报斩敌3000，臣派人赴战场清点，北狄遗失不足2000，多出的1000是他杀良冒功。陛下，摄政王此言差矣，战场敌方可拖走，可被野狼啃食。那依礼上的说法，沈昭宁说多少就是多少。此事不能凭一面之词，着兵部派人赴边关核查，退朝。大人，谢渊这一招毒，就算最后查无实证，脏水泼上去，想洗干净可就难了。我何尝不知，他不是要定罪，是要毁人。那我们怎么应对？抢在谢渊的人之前，派可靠之人去边关，把真实战况整理册呈给陛下，同时传信沈昭宁，
让他自己写一份详细折子，每一仗的时间、地点、伤亡、缴获一笔不落。大人信他没杀良冒功？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知道士兵的命有多重。这种人不会拿别人的命给自己贴金。我这就去办。放他娘的屁！杀良冒功！你沈昭宁要是干得出这种事儿，我赵虎头一个饶不了你。他知道我不会干，但他就是要说，说多了总有人信。那你打算怎么办？战报我已经写好了，每一场仗的时间、地点、敌我伤亡、缴获一一别明。那就好。对了，周武那边查的怎么样？老货头还在盯。周武最近很小心，几乎不出营地。要不要我派人帮你盯？不用，盯住就行，别惊动他。叫张文远来。你去过边关，查过粮草，也见过沈昭宁。依你看，他会不会杀良冒功？陛下，臣与沈将军相交不深，但观其治军，伤兵他亲自裹伤，阵亡他亲笔列入名册。爱兵如子之人，断不会滥杀冒功。朕也这么看，但谢渊当朝弹劾，朕不能置若罔闻。你再替朕走一趟边关，秘密核查沈昭宁每一场战斗，是真是假，查个水落石出。臣遵旨。不要声张，连李元也不必告知。是。王爷，陛下派张文远再去边关查沈昭宁。是，但这次是密查，连李元都没透风声。密，没有不透风的墙。派人盯查张文远，他到边关见了谁，说了什么，我全要知道。是。还有，给周武传话，把尾巴割干净。张文远这只鼻子灵得很，要是被他闻出什么，我保不了他。明白。几位老丈，在下外地来的商人，想打听点边关的事儿。听说边关有个女将军姓沈，她打仗怎么样？兵有没有扰民？沈将军那是神仙一样的人物，他带领的兵那是秋毫无嫌。多谢几位老丈。去先锋营。赵将军、沈将军，又见面了。张大人这次来是？陛下让我来核实北狄之战的战功。沈将军，烦请把详细战报和阵亡将士名次给我看看。大人这边请。 5000对1万，伤亡多少？阵亡321，伤653。伤亡不大，战果不小。是将士们拿命扛下来的，没有他们，我一个人什么也打不赢。你这伤怎么来的？北狄夜袭那天中的箭，是沈将军亲手给我报的。沈将军亲自动手？将军说伤员一个都不能落下。那天他忙了一整夜，天亮了还在这儿。谢渊的弹劾可以扔了，他连一个伤员都舍不得丢下，会拿百姓的人头冒功。沈将军，陛下派我来，是因为有人弹劾你虚报战功、杀良冒功。我猜到了。 我查过了，子虚乌有，我会如实回禀陛下。多谢张大人，不必谢，分内之事。不过沈将军，有一事我想不明白。大人请讲。北狄为何偏挑你的防区动手？论薄弱，你这儿不是最软的柿子。大人，若我说有人给北狄透了消息，你信吗？谁？没有铁证，不便指名。
但大人不妨查一查粮道守将周武。张大人是聪明人，我只点到这儿，他会沿着线往下摸。周武，你的日子到头了。张大人怎么突然造访？奉旨督察粮道。周将军，把你的账目往来文书和人员名资拿来。大人，这些东西一时半会儿……我就在这儿等半个时辰，东西不齐，我只能如实记一笔。将军，张文远来者不善。我知道，他是冲着沈昭宁那事儿来的。收了，现在马上！这些事，我跟北狄来往的东西，不能让他们活着出这个门！住手！周武，你身为大梁将领，私通北狄，泄露军情，该当何罪？大人，我是被逼的，是摄政王让我。摄政王，你可有实证？押下去，送京候审。倪弥哲，周武同敌，人证物证俱在，他口供里提的那个人也一并写进去。是。你自己看。陛下，周武所为，臣毫不知情。摄政王举荐之将一连3任皆处实施查，边关将士的血就白流了。臣遵旨。王爷，陛下只是让您闭门思过，没有削职。他在给我挖坑，1次不办，2次不办，攒够了就该埋了。那我们怎么办？2件事：第一，找人去北狄那边把线断了，所有痕迹都清干净；第二，派人盯死沈昭宁，他只要出一点差错，就给我往死里咬。周武被抓，谢渊被关，这一轮大获全胜。胜了，没全胜。谢渊只是闭门思过，没有废了他。你说的对，他出来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要趁他被关的这段日子，把他在边关的人彻底拔干净。还有谁？刘德全、马文京、赵世杰，3个都握着兵权，都是谢渊的人。这3个加起来少说2万兵马，不好动。不硬碰，让他们自己乱。怎么乱？放风出去，谢渊失势，朝廷要清算他的党羽，他们自己会慌。慌了就出错，出了错，剩下的事就好办了。行，就这么办。这3个每人手里5000到1万兵马不等，硬碰硬，兵力不够，所以不硬碰，分而治之，让他们先摇起来。将军，我挖到一个有用的，刘德全和马文新有旧仇。什么仇？2年前刘德全的儿子犯了军法，按律当斩。马文喜在军前会上说了几句，按规矩办，最后改成了流放。刘德全不领这个情，觉得马文喜是故意拿他儿子立威。这2年，两边哨兵为水源草场的事摩擦了不下10回。旧仇加心怨，只差一把火。火怎么点？放消息，朝廷要整合边关兵力，只留一个主将。刘德全和马文兴都有资格征，让他们以为对方已经开始动了。万一他们不动呢？那就帮他们动。霍叔，假扮刘德全的人去马文兴驻地附近丢几件刘德中部的旧军服和一面破旗。明白。这是往油锅里滴水。对，不用我们动手，让他们自己炸。霍叔，就这点东西能管用？你不在边关当兵不知道，半个月前2边巡逻队因为一条水沟差点动手。刘德全的人骂马文修假仁假义，马文修的人骂刘德全忘恩负义。这东西扔在这儿，马文修不会觉得是别人栽赃，
他只会觉得是刘德全派人来踩点儿。那咱们撤。撤。刘德全抢水源的事还没完，这就派人来踩我的营了。将军，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挑拨？挑拨？这2年他找我多少回麻烦了，他儿子那件事儿他记恨到现在，再加上这半年水源草场争了不下10回，这不是挑拨，这是他自己想动手了。传令，全营戒备。另外派几个机灵的，去刘德全那边盯紧，有什么动静立刻报我。是。知道了。火点着了。点了。接下来等他们自己烧。马文生的人在驻地外面转悠多少回了？光这个月就5、6趟了。抢水源那次也是他们先动的家伙。增兵，但有一条，只防不攻。谁要是先动手，我先砍谁的脑袋。将军，谢渊那边现在自身难保，万一真闹大了，没人给咱们兜底。我知道，可不增兵，万一马文兴真扑过来呢？总不能伸着脖子等他砍。明白，我这就去安排。两边都增了兵，隔着3里地对峙，剑拔弩张，但还没打起来。火点着了，就是还没烧旺。不急，崩了3天的弦，总会有人先断。他们之间不是1天2天的仇，这半年磨磨擦擦的账，迟早要算。要不要再添把柴？对了，赵世杰什么动静？这人沉得很，闭门不出，谁也不见。刘马两边的人去试探，他连营门都没让进。他是3个人里最清醒的，知道谢渊失势，所以在等局势明朗。那怎么对付他？先晾着，把刘德全和马文峰的事儿料理干净了，再腾出手收拾他。你们刘将军忘恩负义，当年要不是我们马将军在军前会上说情，他儿子早砍头了。马文生欺人太甚，调兵，我要他给个交代。刘德全先动的手，打回去！哼！打起来了，收网吧。两虎相争，必有一胜。打了，就轮到我去关门。都住手！沈昭宁，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北狄还没杀干净，是谁在这自己人打自己人？我这2000人不是来帮谁的，是来请各位给朝廷留点兵。沈将军，这是我跟刘德全的事，轮不到你管。私事，你们各带几千兵马，刀刀见血，这是私事。再打下去，陛下怪罪下来，你们谁扛得住？我刚从北狄刀口上下来，陛下面前还能说上句话。我今天站在这儿，是给你们一个台阶，要不要你们自己看着办。你们的旧账，我没兴趣翻。我只问一句，谢渊如今自顾不暇，你们打算跟他一块儿沉？沈将军想说什么？你们手底下的兵是朝廷的兵，不是谢渊的私兵。只要你们替朝廷守好边关，以前的事我可以不追究。今天这场冲突，我也可以替你们遮掩过去。你是让我们替你卖命？是让你们替朝廷卖命。边关稳了，大家都好过；边关乱了，谁都跑不掉。3天，想明白了，派人来先锋营找我。这2个人不傻，谢渊靠不了，他们得找新靠山。我不需要他们效忠我，我只要他们不再替谢渊咬人。好，
这2个人稳住了，现在就剩赵世杰了。赵世杰是最难啃的骨头，不沾锅不惹事，谁也拿不到他的把柄。要不要我去会会他？不用，晾着。谢渊的处罚期一满，他自然会有动作。等他动，比逼他动要好。王爷，刘德全和马文生已经倒向沈昭宁了。2个墙头草。赵世杰倒是没动，沈昭宁派人探过几次，他都没给准话。赵世杰是3个人里脑袋最清楚的，他知道我还没倒，所以再等，不能再等下去了。再等边关就彻底没有我的人了。王爷打算找人上折参沈昭宁边将裴之军私访，他拉刘德全和马文生是实打实的事儿，赖不掉。可他是以朝廷的名义调停内讧，李元那边肯定替他说话，理由吗？先把水搅浑。朝堂上，他一个最臣之女生将军，根治本来就浅，就算洗得掉，也得脱层皮。是，我这就去办。谢渊的爪子又伸出来了。大人，我们要不要也在朝中替沈将军发声？不用，沈昭宁实实在在阻止了一场内讧，刘德全和马文生也实实在在收兵归顺了朝廷，这是功，不是过。谢渊要拿这事做文章，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给沈昭宁传信，让他主动上折子，把整件事原原本选写清楚，陛下看了自然心里有数。明白。又来了，他是不把你参倒不罢休。他急了，他最后的几张牌被我一张一张抽走了，现在手里没别的牌，只能养。你怎么回？李大人说的对，我自己把事儿说明白。刘德全和马文生为什么打，我怎么调停，结果如何，一条一条写清楚。陛下要的是边关安定，不是内斗。我做的事正合陛下的心意。滴水不漏。谢渊这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砸的还少吗？从孙德茂到周武，他哪次不是砸自己？他现在就像一头被围住的野兽，冲哪边都撞墙，撞得越多，死得越快。谢渊，你越参我，陛下越觉得你无事生非。3个月，想明白了。臣想明白了。臣御下无方，孙德茂、朱茂才、周武接二连三出事，是臣失察，臣有罪。知道有罪就好。沈昭宁上了一道折子，说刘德全和马文请差点火拼，是他出面压下来的。他说这2人愿为朝廷效力。沈将军做得对，边关的安定是头等大事，臣没有异议。朕希望你说的是真话，边关的事以后你就不必再操心了，安心留在朝中替朕理一理政务。臣遵旨。退下。王爷，陛下怎么说的？边关的事不让我管了。这是削权，削了边关的兵权，留了个摄政王的名头。那咱们不能慌，先稳住。沈昭宁不可能永远不犯错，他只要出一次错，就是我的机会。赵世杰那边还在等消息，他托人带话，说随时为王爷效力。让他继续蛰伏，不要冒头。现在沈昭宁的眼睛正盯着他，等风头过了，我会用他。是。赵世杰一直不表态，就是在等谢渊出来。现在谢渊出来了，他该有动作。那我们怎么办？盯死赵世杰。另外，我要进京一趟。进京？见李大人。谢渊兵权被卸，但朝中根基还在，得当面商量。行，我留在边关盯着赵世杰，你放心去。沈将军一路辛苦，有劳大人挂心。这次来是为谢渊的事。我知道，他虽被收了边关兵权，可朝堂上还有一批人替他说话。陛下心里有刺，但缺一把能捅穿的刀。刀在这儿。赵世杰，谢渊在边关最后一条暗刑。赵世杰此人极为谨慎，不易对付，所以要请大人帮忙，在朝中放出风声，说朝廷要调赵世杰回京述职。他一慌，一定会联络谢渊，截住他们的通信就是铁证。引蛇出洞，好，我这就安排。李爱卿，什么事非得单独说？陛下，边关守将赵世杰已与谢渊暗中往来，
若能让他自露马脚，或许能牵出谢渊通敌的真凭实据。你打算怎么引？请陛下下一道旨，召赵世杰回京谢渊。他若心虚，截回联络书信，便有了实据。朕给你密旨，记住不要打草惊蛇。臣遵旨。将军，赵世杰动了，听说朝廷召他回京，他连夜派人往京城送了一封信。截住了。截住了，是写给他京城一个远亲的，内容全是暗语，人名用代号，事情用隐语。暗语也得拆。天一亮就送丞相府，请人破译。另外接着盯，别让他从别的渠道传消息。是。老主子若不在了，小的们全得遭殃。还有这一句，北边的事也按您的意思办了。北边的事只能是引北狄犯奸那桩。大人，信中没有直书姓名，但上下文都对得上。够了，有这封信就可以抓赵世杰。大人，擒贼先擒王，抓赵世杰之前，先稳住谢渊，别让他闻风先动。你说的对。将军，朝廷的人到了，说让您即刻入京。赵将军，陛下有旨，请你即刻随我入京述职。张大人，军中事务尚未交接，能否缓2天？谢渊，你答应过我的，这次你要是不保我，我可什么都兜不住。王爷，赵世杰被押进京了，带队的是张文远。又是张文远。王爷，赵世杰会不会把您供出去？他手里没有我亲笔写的字，口说无凭，翻不了案。可那封信是写给他亲戚的，没有我的名字，咬地不认，谁也拿我没办法。那赵世杰怎么办？让他自己扛，他家里人我会派人照看。是。大人，下官是被人指使的，是摄政王赵世杰，我与你何仇何怨？你竟血口喷人！肃静！摄政王派人传过话，让我在北狄犯边时按兵不动，还说事成之后升我为总镇，可都是口传的人，我交不出，没有留下字据。大人，赵世杰空口白牙，无凭无据，分明是自知罪重，胡乱攀咬，想拖我下水。大人，赵世杰虽拿不出谢渊亲笔信，但他写给京中亲戚的密信已被截获破译。信是赵世杰写给他亲戚的，老主子指的是谁，只有他自己清楚，与我毫不相干。大人，臣请旨搜查摄政王府，若摄政王清白，何惧一搜？张文远，你算什么东西，敢搜我的府？摄政王，若问心无愧，何必怕人搜？本宫即刻入宫，请圣上定夺。今天没能当场拿下谢渊，有些可惜。不可惜，陛下没有驳回搜查摄政王府的提议，这本身就是个信号。他的疑心已经到了临界点，只差最后一推。你说的对，谢玉的防线正在一节一节垮。赵世杰不是唯一的突破口，他当年在边关的旧部还有好几个，我们一个一个查。大人，我来安排边关那边的调查，那些旧部现在是惊弓之鸟，稍微敲打就会有人张嘴。好，朝里的事交给我，边关的事交给你。是。李元、沈昭宁、张文远3个人合起来，我设局。朝中好些大臣已经开始绕着我们走了。今儿下朝有7、8个人没跟您打招呼。推，我风光的时候他们贴上来叫王爷，现在看我被削了兵权，一个个都装不认识。王爷，那我们现在走，今晚就走。趁城门还没收到对我的禁令，带上亲信出城去边关。那边还有几个旧部，手里有兵，先到军里再说。王爷，这是逃亡，不走就是等死。你要留下。王爷，深夜出城，需有陛下手令。令牌在此，让开。王爷，这让你让开！
拦住他们！陛下有旨，谢渊不得出城。张文远，假传圣旨。陛下亲笔，摄政王，请回府。谢渊纵容门生孙德茂、朱茂才贪墨军粮，包庇周武，私通北狄，罪证确凿，着即削去摄政王爵位，押送大理寺候审。陛下，臣冤枉！冤枉！赵世杰已供认是你指使他勾结北狄，按兵不动，你还敢喊冤？陛下，太傅沈崇当年被诬谋反一案，现已查冤一手购获，臣请陛下为沈家昭雪平反。准！沈崇追获原职，沈家旧产悉数发还。忠勇兼备，战功卓著，擢升镇北大将军。臣谢陛下隆恩。你来看我的下场。我来问你一句话。问。当年你害我父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想过。你爹没害过我，可你那句话我记了整整10年。一句话就值得你杀我全家100多条人命。我没有亲手杀他们，可我知道那些刀、那些毒药、那些冤狱全都是因我而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没什么好说的。阿宁，沈昭宁，如果有来生，没有来生，这辈子你我两清了。小姐，咱们家真的回来了。不是沈家回来了，是公道终于到了。爹娘弟弟，我把欠你们的东西带回来了。这块令牌我藏了太久太久，今天用它祭你们。愿你们在那边能合上眼。将军，叶礼良。霍叔，你说人死了，真的能安息吗？能。活着的人替他们把公道讨回来了，他们就能合眼。霍叔，我想回边关。刚升镇北大将军，京城还有一堆事要了理。京城的事有李大人，边关需要人。你是放不下，是习惯了。边关的风沙比京城的应酬适合我。谢渊倒了，沈家的仇报了，可我的路还没走完。边关的风还在刮，北狄的铁骑还会回来，还有无数像我当年一样的人，需要一个肯替他们挡风的人。我这条命是从泥里捡回来的，往后就让他替更多人挡一挡吧。哪天走？明天一早。爹娘弟弟，我把欠你们的东西带回来了。这块令牌我藏了太久太久，今天用它祭你们。愿你们在那边能合上眼。将军，叶礼良。霍叔，你说人死了，真的能安息吗？能。活着的人替他们把公道讨回来了，他们就能合眼。霍叔，我想回边关。刚升镇北大将军，京城还有一堆事要了理。京城的事有李大人，边关需要人。你是放不下，是习惯了。边关的风沙比京城的应酬适合我。谢渊倒了，沈家的仇报了，可我的路还没走完。边关的风还在刮，北狄的铁骑还会回来，还有无数像我当年一样的人，需要一个肯替他们挡风的人。我这条命是从泥里捡回来的，往后就让他替更多人挡一挡吧。哪天走？明天一早。想回边关？是，京城不适合臣。朕刚封你镇北大将军，你就要走？多少人想要这个位置？陛下，臣不是不识抬举，臣从军奴走到今天，靠的不是朝堂上的人情，是边关的账。留在京城，臣会生锈。你说的对。朕不需要一个只会做朝的将军，边关的防务朕全权交给你。北狄若再犯边，你方便行事，不必事事请奏。臣定不负陛下重托。去吧，边关的将士
朕交给你了。沈将军，一路保重。李大人，这些年没有您，我走不到今天。是你自己有本事。边关缺粮了，给我写信，我在朝中还能听你说起话。张大人，记下了。小姐，您真不带我去？边关苦，你留在京城，替我看好沈家的宅子，我会回来。京城，这里没有我的战场，我的战场在风沙里。镇北大将军回营。将军，您可算回来了，我们还以为您留在京城不回来了。边关是我的家，不回来能去哪儿？北狄那边又不安分了，你回来的正好。说说。沈将军，以前的事是我们糊涂，往后您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对，沈将军是跟北狄可汗真刀真剑干过的，我们服。不是服我，是服朝廷。你们的兵是朝廷的兵。打好了，功劳大加分；打不好，责任我一个人扛。愿听将军调遣。北狄下回来犯不会只冲一个方向，他们会分3路，东、中、西，我们也分3路。中路交给我，东路刘德全，西路马文生。对，但刘德全和马文生的临阵经验我心里没底，在他们后面各放一支预备队，随时补位。将军，您自己呢？我跟中路。北狄的主力从来都是冲这儿来的。一个人扛主力？不是我一个人，是你，是我，是所有的兵。行，那就再干一场。沈将军，可汗派我来谈议和的事。议和？打了这么多年，怎么忽然想谈？将军上次那一仗，可汗说他记了一辈子，跟您打仗太亏。亏了就想议和，赢了怎么不想？以前的事儿不提了，可汗愿意年年进贡，只求边关太平。议和可以，条件3条：一、归还这10年掳走的所有大梁百姓；二、开放后退200里扎营，互市通商。这些条件，三、你们照原话回禀可汗，同意就签，不同意就接着打。我这就回去禀报。你觉得他们会答应？第3条悬，但议和的底线不能我们让，第一次让了，后面步步都得让。那要是不答应呢？那就接着打，上回他们输的不服，下回让他们服。将军，议和要成了，边关能安稳好几年。对，这比打胜仗更值。胜仗赢的是一天，议和赢的是明天。沈将军比我想的年轻，可汗比我想的老。哈哈哈哈！好，不卑不亢。上回那一仗我输的心服，那这次的条件，可汗想清楚了。归还百姓行，开放边市行，后退200里不行。为什么？退200里，部落没草场，将士们的家人没地方放牧，会闹事。100里不能再少。100里，一言为定。10年了，边关打了10年，总算太平了。是啊，10年。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练兵。太平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北狄随时可能反悔，兵不能散，防不能松。行，我继续陪你。侯爷，以后得叫你侯爷了。还是叫将军顺耳。不打算回京受封？3年没回京城了。京城没我的事，这儿才是家。那这杯茶，敬忠永侯，敬边关。将军，我娘托人带话了，说今年收成好，让我踏实在营里干。
将军，我媳妇儿生了大胖小子。等你儿子长大，也来当兵。那可不行，我娘说了，得让他读书考状元。您越来越像个当家的了。当家？边关这个家，朝廷又来催了，陛下问镇北大将军什么时候回京述职。回他：边关无事，臣无恙。你都拿这7个字搪塞了多少回了？陛下亲自写了3封信，你1封都没正经回过。回了，刚才说的那7个字就是回信。将军，何药？又是这苦东西。大夫说您腰伤不接着调理会越来越重。霍叔，跟我多少年了？您还是武长的时候就跟上了，快10年了。10年，你也老了。老了，可看着您把这北京守得铁桶一样，值了。万一哪天我不在了，边关的兵交给赵虎。将军，您说什么呢？人都有那一天，提前交代一句，省得到时候乱。别这副表情，我还没死。让你回京休养，你不回。现在好了，躺这儿了。躺就躺，正好歇几天。虎哥，边关交给你了。你别说这种话，好好养着，养好了一块儿练兵。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这8年够本了。小姐，早该回京的，早该回京的。哭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您哪儿好了？您都瘦脱相了。瘦了好，年轻时候太壮，现在正好。不喝了，喝了也没用。将军，霍叔，谢谢你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你，我走不到今天。我死后，葬在能望见战场的地方。小姐，这是军令。你说过，从泥里起来，最后回泥里去。将军，您走好。沈将军走了，他教过我们一句话：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从今天起，边关每一寸土都是他的坟，我们要替他守着。守！昭宁将军一声吼，北敌不敢过雁门。昭宁